各位老铁们，今天让小卡拉带大家学习一下怎么煮这一个豆豉鲮鱼。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准备一些材料，这里有生姜，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这里有一块搞好的生姜了，然后还有蒜头，这个是原个的蒜头。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鱼，我们在这边用的这一个鱼的材料呢，就是我们自己去海边钓的这一种叫做黄尾鱼，它跟国内的那种就是鲮鱼长得是有点像的，但是它会比那个鲮鱼稍微大一点，尾巴是黄的。那我们因为要做这个豆豉鲮鱼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鱼的头把它切掉，就只保留这个身子，把那个尾巴也切掉因为尾巴跟头的话呢，我们就费事搞得太复杂了，不好吃，所以就只留了个身子。尾巴炸的时候呢，它也容易酥还有那个鱼的那个头呢，它炸的时候也容易酥。这样的话，反而往往会它那个就是鱼骨的那一个薄薄的那个鱼头的鱼骨会影响了那个整一个豆豉鲮鱼的这个效果。因为它如果是炸黑了以后的话呢，它会那个会有一阵焦味，或者是有一阵苦味，所以我们就把头跟尾去掉。好的，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怎么来从头到尾做这个豆豉鲮鱼。首先我们先讲这个鱼大家看到现在这个鱼的话，好像看没什么特别，但实际上这个鱼的话，我们是清理干净了以后呢，是用盐还有用这一个油是泡了几个小时的。大家看一下那个在我们这个抿器的那个壁上是可以看到点点的这个盐粒的，所以这个鱼我们是先泡过的，泡过来，然后在做之前的话呢，我们要稍微把它过一下水，这样的话就不用太咸。讲少了一样，我们还要放料酒，就是我们那个煮菜用的那个料酒。我们拿一个料酒来看一下料酒是在这里。我们的料酒呢？不好意思，料酒是在这边。这个是醋。我们因为已经用过了，所以把它放到最里面去了。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料酒特制料酒在悉尼这边买到的话，这个就是王致和的其实也是产自国内的这个料酒。OK， 我们回到这一个生姜的处理过程。我们首先把这个生姜的皮给去掉大家看到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去掉了一部分了，已经有一部分是做好的了。这边呢还有一点点因为考虑到这一个材料的这个原汁原味，我们这个生姜呢也是自己在花园里面种的虽然种的不大，但是呢还是挺不错的这个生姜，至少的话是没有任何放了外面的农药或者毒素的。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切一下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蒜头。蒜头的话，我们剥好皮也要洗一洗。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蒜头先拍一拍，再来切。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话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如果我们不拍一下直接切的话呢，这个蒜头怎么说呢它有时候没有那么出味，所以我们拍一拍的话也是有好处的。好，今天的这个蒜头的话呢，就跟我们上次做的酸菜鱼的那个蒜头的切法是不一样的。因为酸菜鱼的那种切法呢，我们是切片的形式。今天做这一个豆
豆豉罐头的话呢，我们这个蒜头是采用这个切粒的形式因为要让它这个味道均匀，就附着在这个鱼的身上，所以呢，这个蒜头的切法跟生姜的切法呢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啊。好，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啊。OK， 回到我们这个制作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蒜头已经切的差不多了。待会的话呢，我们是要切这个生姜的。好，切好了蒜头以后呢，我们就把蒜头装起来，装到碗里面。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碗里面的蒜头大概已经是这样，成为一个小粒状的。当然也不用切的太细，就不用说切成一个蒜蓉的形式，没有必要。因为如果切成蒜蓉的形式来讲的话呢，它那个附着在鱼的时候呢，也容易焦，或者是容易那个就是分布的不太均匀，所以我们把它以切粒的形式会比较好。生姜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以这一个切片，小片的一个形式。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完全录这一个切姜和切蒜头的过程了。不好意思，各位老铁，这个生姜的话呢也是切粒的，刚刚我说错了不是切片，是切粒的，只是先切了片，然后把它切条，切了条以后再切粒。好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制作现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生姜的话已经切粒，已经切的差不多了。切好了这个生姜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生姜直接跟那个蒜头放在一起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说非要把它分开放，因为这些到时候煮那个豆豉鲮鱼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一起放下去做的。好，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好的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蒜头，看到吗？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鱼稍微过一下水，因为这个鱼用盐跟那个料酒的话已经腌了几个小时了，必须要给它过一下水，不然的话呢，它会有那个把它那个鱼的那个腥味给它冲一下，还有把它那个盐味也给它去掉一点不然的话太咸了也不好。把鱼洗干净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锅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把锅洗一下这不管做什么，我们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卫生问题，首先要保证安全卫生，这个是在家做吃的话，我们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切都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操作。好，我们升了火以后呢，我们在这一个锅里面就放油。因为这一个豆豉鲮鱼的话呢，我们要制作豆豉鲮鱼的话，必须要用油给它炸一炸，这样的话豆豉鲮鱼它才会比较酥。大家吃那个豆豉鲮鱼的时候，大家也能够吃得出来，其实他们都是用油炸过的，不然的话那个鱼骨头的话它是不会酥的。我们现在把锅先热一热，这个锅必须要给它热红了，不然的话锅里面的水它会溅起来，会伤到皮肤，所以大家做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好，我们热了油以后的话，我们就放鱼了大家在放鱼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最好是用这一个透明的这个锅盖稍微挡一下，不然的话呢，那个油会溅起来，溅到皮肤的话就很疼的。当然了，因为安全问题的话在炸鱼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小孩子过来，因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油的话是都是滚的油，大家要注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等这一个鱼整一个炸的过程。我们一会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鱼炸的金黄的也就差不多了。好了，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一个大家看到吗？因为是做豆豉鲮鱼，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主角豆豉了。我们在这里的话已经准备好了一些豆豉放在这里还有我们刚刚准备的这一个姜和蒜。
这个豆豉的话呢，我们看到吗？现在要把它稍微切一下，切细一点，这样的话呢，稍微会入味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的话还加了一点辣椒酱，因为做这一个豆豉鲮鱼的话呢，加一点点这个辣椒酱的话呢，它吃起来的话会更加的美味。好了，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炸鱼的现场。你看到这个鱼已经炸的差不多了，看到吗？这个鱼已经是金黄的了。这样的话，这个鱼就已经差不多，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做下一步的动作了。好，我们把这个鱼翻一下，看到吗？大家一定要用好这一个锅盖啊，这个透明的锅盖，不然的话呢，这个油溅到身上的话可不是好受的。把这个鱼稍微翻一下，让它们两面都炸的那个均匀一点。因为这个鱼的话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炸鱼的时间呢会稍微长一点。整一个炸鱼的时间的话，我们是炸了大概有13分钟到14分钟之间的。我们看到这个鱼已经炸好了啊。好，把火关了。小心！我们现在逐条把这个鱼给从油里面拉起来啊。拉起来以后呢，我们倒掉多余的油，然后剩下一小部分油呢，我们是用来炒那个炒那个生姜、蒜头，还有炒那个豆豉的。刚才我们这个说错了，这个是剁椒啊，不好意思，不是普通的辣椒，是剁椒。好，回到这个现场，大家在拿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宁可慢，也要注意安全，因为油的话它会溅起来的，非常的热，非常的滚烫的油，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好，把这个多余的油给倒出来。我们看到这个油的话，你别以为好像没有冒烟，因为我们这边是冬天，所以来讲的话呢，这个油实际上是很烫的，千万不要用手去摸这个油，千万不要让小孩子靠近，这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现在把火打起来，现在炒一下那个配料。把这个生姜跟蒜头放进去。这个蒜头的话呢，要爆一爆它才比较香的，所以呢，我们是先爆这个蒜头跟姜。火不需要太大啊。加多一点点油，小心啊！拿这个油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好，我们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们那个炸好的鱼是怎么样的。看到了吗？这是炸好的鱼。因为我们已经把鱼头跟鱼尾去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就是金黄的，并不会出现说像鱼头跟鱼尾的话出现黑乎乎的那种炸焦的情况。好，生姜跟蒜头炒了一会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豉放进锅里面去一起去炒一下，还有我们那个剁椒。看到吗？这一锅配料的话也就差不多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并不用放盐的，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已经有盐了，而且这个豆豉的话本身也是带咸的，
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加盐了。我们把这个配料炒均匀。这个我们现在可以闻得到这个配料的话已经很香了。然后呢，我们再适当的加一点点白砂糖。好，因为白砂糖的话，虽然它是甜的，配料是咸的，但是加点糖的话呢，它会把那种甜味，把它怎么说呢？把这个甜味的话呢渗到这个鱼里面，让这个鱼吃起来的话呢会更加的口感更加的好。好了，看到吗？我们这个配料的话已经差不多了，稍微盖一下盖子。炒好这个配料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就是最后的一步了，也就是把这个豆豉鲮鱼跟这个配料的话呢，放到电饭锅里面去让它叫做什么呢？是焖一焖还是煮一煮？煮一煮。好，我们把这个鱼放到这一个不锈钢锅里面，然后呢，打开我们这一个电饭煲，里面的话是放了水的。我们先把这个水给煮开，看到吗？我这个是调的是煮饭。好，把我们的配料也加起来，加到这一个锅里面。我为了让它入味的话呢，我们先铺一层鱼，然后再铺一层配料，然后再铺一层鱼。这种方式让那个鱼的话呢，它可以夹在这个配料中间，这样的话呢，鱼会更加的入味。做完这一步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这一个豆豉鲮鱼也就差不多可以完工了。好，加到配料。实际上这个鱼的话呢，现在已经可以吃的了，但是因为刚刚从这个油里面拿出来炸好的，所以会比较上火。我们也能让它没那么上火，而且让它那个鱼的骨头稍微再软一点的话呢，我们是要把它放在这一个不锈钢锅里面呢，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电饭煲里面去，让它煮一下。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在煮开水的。煮完开水以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豆豉鲮鱼放进去，大概再煮个10来分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个豆豉鱼就可以作为成品了。我们把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鱼已经放进来了。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再等个10来20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成品的豆豉鲮鱼了。谢谢大家。